特朗普24小时自打脸，反对袭击莫斯科。欧洲真兄弟，德国砸50亿送乌爱国者，防长怒吼乌败即德败，同时再购低风，助乌反制俄导弹能力。普京影帝附体，视察钢厂装优先，向乌甩锅，拒绝和谈。乌延长战时状态90天，俄军全线进攻顿涅茨克，秒变俄坟场。俄士兵喝泥水求生，俄强征乌后南填战线。俄黑手渗透东欧，在塞尔维亚建基地。以空军摧毁叙利亚，总统府、总参谋部、国防部，中东战火要重燃。精彩资讯马上开始。果然是善变的男人，大家还记得这段对话吗？弗拉基米尔，你能打莫斯科吗？又或是能打圣彼得堡吗？当然，只要你们给我们武器，我们就可以。这是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在7月4日美国独立日的通话，当时被不少媒体解读为特朗普觉醒，终于支持乌克兰放开手干了，因此在互联网上疯传。但现在看来是我们多想了。没错，这个男人站出来辟谣了。据路透社报道，美东时间15日上午，白宫新闻秘书卡莱维特痛批《金融时报》，称其为了吸引流量和点击率断章取义，并澄清特朗普和泽连斯基的通话中言论，说特朗普只是提出一个问题，而不是鼓励杀戮。生怕名誉被毁的特朗普15日下午还亲自在白宫南草坪上为自己辩解，驳斥《金融时报》，称自己既不站在乌克兰，也不站在俄罗斯。没错，你站金钱一边。同时，特朗普还特别强调，乌克兰不应瞄准俄罗斯，美国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 JASSM 远程导弹。但就在24小时前，特朗普才刚刚对全世界说过要给乌克兰中远程导弹。华盛顿邮报还为此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巡航导弹。原来考虑真的只是考虑，一点实际动作都没有啊！对于特朗普这种朝令夕改的声明与言论，实际上已经失去了解读的价值，因为你无法用通用逻辑去解读。他的新声明会用奇特的角度去推翻前面的说法，所以乌克兰和欧洲最终还是要靠自己去赢得谈判的主动权。当然，美国的军援确实已经恢复，且已向乌克兰送去了一批装备，这其中就包括爱国者导弹。虽然是掏了钱的，但给了就是给了。只是特朗普透露说，瑞士将提供17套爱国者系统给乌克兰，这就让火力军怀疑了。首先是瑞士的中立身份，尽管俄乌战争开始后，他们明显倒向乌克兰，但在武器援助上一直持保守立场。之前瑞士连猎豹级炮的炮弹都不愿意提供，火力军实在很难想象他们会援助爱国者系统。其次，特朗普怕是不知道17套爱国者系统是什么概念吧，所以特朗普这里要么是在吹牛，要么就是口误，其应该说是17个发射器。大西洋月刊的评论一针见血，称特朗普同意给乌克兰武器，并非因为他对乌克兰立场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而是怕被别人鄙视自己软弱。在与普京的交往中，特朗普看起来就像是个诱饵，他感觉到了羞辱。要火力军说，我们这样单纯的人还是应该多交往一些如德国这样的厚道人。这刚送爱国者给乌克兰，现在又买低风，还帮助乌克兰反制俄军已部署的导弹能力。在德国防长皮斯托瑞斯访美期间，他确认到德国正向乌克兰交付2套爱国者防空系统，称此举与特朗普日前宣布的援乌新政一致，即由欧洲盟友直接出资向美国购买武器，再转交给基辅。德国总理梅尔茨也对此表示欢迎，称这是向莫斯科施压，促其进行和平谈判的团结行动。而一套爱国者售价高达25亿美元，一枚爱国者拦截导弹则也有1000万美元，德国一出手就是2套。更何况德国此前就已援助了乌克兰3套爱国者。有人疑惑，德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很多吗？恰恰相反，德国仅有12套爱国者，3套给了乌克兰，3套部署在立陶宛，剩下6套根本就不够。此外，德国还援助了4套性能媲美爱国者的 IRST-LSM 中程防空系统，俄如猎豹、红魔 T、天空游侠等短程防空系统，以及2025年将再向乌克兰提供90亿欧元援助。可以说，如今的德国是妥妥的欧洲援乌一哥。值得注意的是，德国不仅在军事装备上对乌鼎力相助，皮斯托里乌斯防长甚至在7月15日公开表态，乌克兰战败就是德国战败，等同于俄国人第2次打败了德国。这种将自身命运与乌克兰命运深度捆绑的认知，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独此一家。与此同时，德国已正式向美国提交采购低风陆基导弹系统的请求，旨在反制俄罗斯已部署的导弹战力，美方对此持开放态度。低风陆基中程导弹系统是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后研发出的大杀器，由洛马公司为美国陆军开发。其最大特色是攻防一体，既能够发射亚音速射程25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也能够发射超音速射程500公里的标6，
和射程2775公里的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速度17马赫，远超欧洲现役装备。皮斯托里乌斯很有艺术性地表示，该系统将纯粹地用于防御目的，不会主动向莫斯科或克里姆林宫发射这些导弹。同时，这也反映欧洲盟国为应对美国政策转变而积极提升自身防卫能力的趋势。火力军此前说过，若要长期帮助乌克兰，就必须跳出道德原物的范畴，与其结成命运休戚的共同体。一如波兰总统布达所言，波兰一直都是在帮助自己，现在德国也在如此做。乌克兰与这样的人、这样的国家做朋友，实属幸运。面对特朗普7月14日宣布对乌克兰新军援，并威胁若50天内无法达成协议结束俄乌冲突，便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关税，以及欧洲各国的援乌行动，许久不见的普京终于露面了。据综合报道，普京7月16日视察了俄罗斯最大钢铁生产企业，即位于莫斯科以东约1700公里处的乌拉尔山脉南段的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厂。这悠哉的态度，看样子普京是一点也不着急，至今都未公开置评，相关事务全都让手下去办了。如7月16日，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援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话报道称，俄罗斯希望美国迫使乌克兰重返谈判桌，与俄罗斯直接谈判。佩斯科夫表示，对乌克兰拒绝重返谈判桌感到失望，言下之意就是在说乌克兰不想要和平，但佩斯科夫却丝毫不提俄罗斯的停火条件，即让乌克兰投降，这是乌克兰断然不会答应的事情。此外，俄罗斯又开始故技重施，在试图把不愿意谈判的责任推给乌克兰的同时，继续加大进攻强度。如7月16日，俄罗斯发射400架无人机、1枚导弹袭击乌克兰基辅、克里沃罗格、文尼察等地，乌军击落343架无人机、57架无人机和1枚导弹，击中12个目标。但袭击仍导致公寓、基础设施被摧毁，至少7人受伤。受此影响，7月15日，乌克兰最高拉达通过决议，决定将乌国家战时状态再次延长90天，直至2025年11月5日。难道大决战已经悄然开始了？即禁止进行任何形式的无子女宣传，来试图提高出生率。若是违反，任何个人、官员和推广无子女生活方式的法律实体都将处以巨额罚款。这增加了俄罗斯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措施。甚至有俄媒称，俄罗斯杜马议员、前南部军区司令安德烈·古鲁缪夫中将已向克里姆林宫发出呼吁，征召所有俄罗斯无子女男性入伍。如果你不能让一个女人怀孕，那就去保家卫国。哇，保家卫国，多么大义凛然的说辞！俄罗斯被侵略了吗？全世界都知道是俄罗斯在侵略乌克兰，而普京也一直鼓励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并敦促俄罗斯妇女至少生育3个孩子，以帮助确保国家的未来。不过，即便前线俄军死伤惨重，国内人员短缺，资源匮乏，俄军高层西进的野心依旧没有熄灭。据 Next A 新闻报道，俄罗斯特种部队在塞尔维亚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建立了雇佣兵训练基地。报道披露称，莫斯科此举是在试图干涉摩尔多瓦的局势，推出亲俄势力来控制该国。目前塞尔维亚方面尚未做出回应，相关消息有待证实。之前他们曾排除俄罗斯在本国设立基地，只是前段时间塞尔维亚被曝光一直在向乌克兰出口武器，甚至是最大的弹药供应方。虽然武契奇随后宣布停止武器出口，但外界普遍认为塞尔维亚的军工企业仍在向基辅转售炮弹，因为武契奇曾明确表示塞尔维亚不会牺牲约15万军工工人及其家庭的生计，因此俄方想通过扶持亲俄势力来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当然，对于这样的指控，俄方始终否认介入摩尔多瓦等地的选举，就像之前的格鲁吉亚就发生过类似的争议，这本质上都是俄乌战争的一种延续。真不知道俄罗斯最后会是一个怎样的结局。俄乌战场之外，难以预测的中东局势再度爆发大战。7月16日，以色列猛烈空袭叙利亚新政府，之前不是商讨的好好的，怎么又突然打起来了？此前，在以色列袭击伊朗之际，叙利亚开放领空，让以空军战机在叙利亚上空加油并多次飞跃，展现了以叙双方的良好合作。叙利亚新政府总统朱拉尼甚至还考虑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以色列时报此前也报道称，叙利亚新政府正寻求与以色列达成关系正常化，在与以色列可能达成的协议中，甚至不再要求戈兰高地，只要求以色列承认叙利亚新政府，并从今年1月起占领的叙利亚南部地区撤军，边境实现安全保障等。至于现在为什么又打起来了，原因很简单，叙利亚内部还是太乱。而导火索，据 BBC 报道，7月13日，一名德鲁兹商人遭绑架，引发了德鲁兹民兵和贝都因武装人士在叙利亚南部爆发数日的致命冲突。耶路撒冷邮报也报道称，叙利亚政府军下属的民兵组织开始攻击德鲁兹人，
双方在苏维达爆发混战。随后，叙利亚政府军部署坦克等重型装备，夺取了苏维达省城，后者则被迫撤往东南部的山区。值得注意的是，朱拉尼的新政府称，这是为了解决德鲁兹人与贝都因人之间的冲突恢复秩序，甚至表示已事先通知了以色列，并澄清此举并非针对一方。但以色列管你是谁，德鲁兹人在遭到打击，苏维达省被叙利亚政府军攻占后，开始向以色列求援。以色列第一时间开始进行军事干预，以保护德鲁兹人为口号，发起空袭，重点打击了叙军的坦克和装甲车等重型设备。据悉，以色列在数小时内对叙利亚南部苏维达及其周边地区的叙利亚政府军发动160次空袭，叙利亚新政府损失惨重，甚至是位于大马士革的叙利亚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国防部、总统府都没能逃过打击被摧毁，而这足以说明叙利亚新政府在以色列面前没有任何赢面。之后，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警告称，大马士革现在将感受到后果，以色列国防军将持续打击，直到所有胆敢袭击德鲁兹人的势力都被驱逐或消灭。目前，以军正出动 H-64阿帕奇支援德鲁兹人，并增派部队为与叙利亚军队进行为期数日的作战行动做准备。内塔尼亚胡也公开发表讲话，强调其正在支持德鲁兹人，并消灭叙利亚政权的帮派。以色列国防军将履行坚定承诺，但卡茨和内塔尼亚胡的表态也引发了外界对以色列可能发动地面进攻的猜测。稍早时候，美国曾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叙利亚南部的军事行动，但现在看来，美国的劝说并未起到太大作用。以军随时都可能攻入叙利亚，那双方会大规模开战吗？客观来说，现任的叙利亚新政府并不想和以色列发生冲突。就像前面说的，朱拉尼和以方进行会谈，讨论了建立和平协议的声明，甚至准备放弃戈兰高地来换取以色列的承认。究其原因，还是叙利亚内部的形势本身就复杂多变。在外部，近来北约国家开始更多的和叙利亚接触，他们也不愿以叙双方爆发战争，尤其是土耳其。过去数十年，伊朗在叙利亚建立多个代理人，随着伊朗被削弱，土耳其试图在该地区建立一个新的主导力量，而土耳其支持的朱拉尼就是一个最佳切入点。这场冲突背后是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博弈，只是土耳其过分高估了朱拉尼控制和整合的大多数派系的能力，也低估了以色列保卫德鲁兹人的信心和实力，才有了这场冲突。所以火力军认为，就算以叙两国开战，规模应该也不会很大。在以色列解决南部德鲁兹人的安全问题后，双方大概率会达成和平协议。当然，若土耳其有所行动，情况就另当别论。毕竟如此一来，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武装也会趁势而动，届时中东局势将会变得更加难以预测。近日，乌克兰无人机技术公司第四法则高调宣布，他们正全力研发完全自主的攻击无人机，让无人机无需任何人工干预，自主寻找、识别并执行攻击任务。第四法则的创始人更是放话，今年年底就能看到实际展示。TFL 的创始人口气这么大，他的底气来自于哪里呢？实际上 TFL 已经在俄乌前线大规模部署了自主研发的 AI 模块 TFL1， 这个成本仅$70的小模块被加装在数千架 FPV 无人机上，能有效抵抗俄军的电子干扰，在攻击的末端环节精准识别俄军特定车辆的轮廓，并引导无人机实现外科手术时的打击。如今第四法则正试图将这种半自动辅助系统升级为全程自主的杀伤能力，而且未来不仅能用于各类无人机，甚至还能轻松移植到巡航导弹上。显然，乌克兰此举意味着机器将拥有独立的生杀大权，不仅在技术上是一次飞跃，更是军事理论上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对乌克兰来说，在兵力不足、俄乌战场电磁环境复杂的情况下，发展这种全智能攻击无人机其实是现实的需要，它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对操作员的依赖，并提高打击效率。但可以预见，俄罗斯乃至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必将奋起直追，展开一场围绕杀手机器人的军备竞赛。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以色列和叙利亚后续会如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